大家好，下午啊录了一期视频，结果上传后发现声音变得太厉害，这两天嗓子不太好，然后呢，可能在调整这个声音的这个波形的时候呢，调的有点太差了，干脆重录一期吧。下午那一期呢，主要讲了3个话题，一个是岳阳的小偷啊，小偷日记，小偷日记上了头条。第二个呢是青岛小妹打人啊，逆行的那个。第三个呢就是为什么中国男人就得猴痘的，为什么在中国都是男人呢？是吧？所以今天咱们就先聊第一个话题，华容县的那个小偷日记啊，这是很知名的。故事啊说起来很简单，什么故事呢？就是华容县公安局城中派出所啊抓住个小偷，姓马，然后在他的住处呢搜出了好几本的日记。这个日记本啊上面写满了文字啊，全部都是他的所谓犯罪记录啊，时间地点，偷了什么东西，卖多少钱，是吧？都写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写了一些偷盗注意事项，比如说什么什么项它不好剪线，要特别注意监控啊，等等等等。所以从这个盗窃日记里边能看出来啊，这个小偷的工作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在休息这是我们做的这个华容县的这个街景啊视频啊，模拟航拍。这个华容县啊实际上就是华容道那个华容县。那有人说不对啊，那华容道不是说的湖北监利县吗？而这个位置啊就是当初那个华容道的那个三国时期讲的就是这块地方啊，到底它是在湖南岳阳的这个华容县还是在湖北监利县，反正就是这一片啊。我们先不说这个故事啊，我们说一下日记啊，这个小偷日记，这是小偷日记的具体内容。先说一下这哥们的字儿啊，这字儿写的呀不错，应该超过大多数，说实话，大多数观众朋友或者是考上大学的啊，很多考上大学的啊，甚至高中毕业的，或者字儿写的可能都不是太好。而这个人看起来啊，他是比较写过很多字儿，像这种笔形啊，应该是上小学、初中、高中。写的都算是中规中矩的，不算多好，起码是差不多的。你看是吧？比我差点哈。然后写的字儿写得好，就有这个写日记的习惯。于是呢，你说这叫日记吗？这应该叫个工作的 log 是吧？那这个日志应该叫是啊。所以我呢就把他的日志啊完整的整理了一下。那整理了就是什么呢？实际上，警方透露内容啊就3页几页纸。那么一页呢是2024年6月15号，他说呢白天千万不要行动，每天晚上上半夜千万不要行动，这是自己给自己写的这个总结。那肯定是前面有鸟惊心的时候了，是吧？在6月17号他又写了一个60伏50安，大家知道啥意思吗？应该是电动车的电池或者电动车。6月18号又写了一个充电器入。那么到了6月19号，今年又写了一些东西，但是那个内容被遮挡了，就公布出来的啊。那么在8月17号，写了这个电动车60伏小猴，然后呢单价560，数量还有280吧，反正可能就是卖了560。然后8月19号写了一个 T 恤的 T 恤收缩弹品牌插座，然后金额是750。那2024年8月20号，写了那个，也写了一些东西，关键呢，写了重要的心得，不嫖娼，不洗脚，不采耳，要管住自己，学费要凑齐。这话看了以后多惊人啊！朋友们，今天是几号啊？8月31号，对不对？明天开学，恰同学少年的风头就被这小偷日记给盖住了。我纳闷他凑什么学费不知道啊，这个没有深挖呢啊。反正人家说学费要凑齐，是给孩子凑还是他自己凑还是给谁凑是吧？那么另外写的是呢，某巷子时间呢是晚12点到1点2点，目标呢是1500包3000元。注意事项呢，千万别撞见熟人。警察巡逻时间呢是2到6、4到8，以此类推。所以这个复原日记我们说看他的这个过去的记录就显示了这个小偷他的一些活动模式和注意事项他的应该说犯罪行为的计划性和规律性，以及呢他的这个反侦破能力、反监控能力还是有心的那么这个事儿实际上别看我们嘻嘻哈哈讲这个故事，我对这个偷车贼是恨之入骨的实际上大概在
30多年前啊，30年前97年吧，不到30年啊。97年、96年、97年、98年的样子，那会儿呢没有汽车，我只买一辆摩托车啊。当时呢是在外边啊，就是一个办事处，那么销售办事处嘛，这个需要交通工具，一开始骑自行车，后来自己买一辆那个嘉陵的80啊，真的80吧，前面有个白色的挡风板，红色的嘉陵，哎，很好骑的，这个男女都可以骑，哎，前面没有梁，不像那个大摩托大油箱在前面是吧？后边可以带个人，可以带很重的东西。这个当时花了大几千块钱呢，我印象中。我买后第2年，在这个门口放着，没推到屋里边。第2天早上就丢了，丢了以后一身汗啊，真的是。那对我来说，那时候要6、7千块钱的摩托，可能不到8千块钱吧，那就相当于现在一辆家用车呀，是吧？丢了，然后赶紧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警察大早晨的也不情不愿的懒洋洋的拿表，你自己记吧。人家压根就不关心这个事儿。这个摩托车到最后也没找到啊，我去找人啊，找关系啊，问了好几次没戏啊。就是当时人家对于这种小偷啊，多少年前都不是太注意了啊。所以我对这个偷车贼呢是恨之入骨的。但是呢，我不知道偷我摩托车那家伙他写不写日记。这小子他偷的是电动自行车，他是真的写啊。你看他偷的什么60伏是吧？小猴啊，这个60伏50安，这很显然就是电动自行车的电瓶，还有充电器。他偷的呢都是这些东西，都是后半夜。为什么这个时候偷呢？他可能还是因为电动车大家知道，有住楼房的现在实际上也不让你推到楼房里边，它有固定的这个充电的场所是吧？还要防止火灾。那很多不是这种有小区的楼房，就是散居的那些楼房，甚至不是楼房，它电动车有的就在户外充电。所以呢，他就趁这个机会把监控掐掉，或者躲开监控，把这电动车偷走。说起来呢，这也算是专业人士，专门偷电动车为主的啊。偷的钱有多少呢？你看，实际上电动车这个东西啊，这个价值呢，大概就是1000多到4、5千不等啊。好的赖的，实际上做二手来卖，那就是大几百块钱啊，就这么个数。所以它的金额到底高不高不好说啊。但是被偷的人肯定是对他恨之入骨，你第2天起码用不了了吧？啊，丢个电动车和丢个手机其实区别不大，但是也是极其不方便。问题我们就是说，这个小偷啊，他的这个觉悟怎么这么高呢？啊，他自己写日记，写 log 啊，写 log 之后呢，还要给自己激励，严于律己啊，这个。并且我觉得啊，这小偷他的觉悟啊，应该是超过了现行市面上大多数社团的管理水平。我们想社团的一些高级人员是吧？然后你们都懂的是什么的啊？如果他有权利，他自己不花钱，别人让他花钱，他能不去吗？什么不洗脚、不采耳、不嫖娼什么的，要管住自己，学费要凑齐。你听听啊，这个3不政策呀，哎呦！太牛逼了啊！这个3不啊，那对于他来说，你想想，大家不要觉得可笑啊。对于一个之前有过案底的，现在继续偷的这么个人来说，那么什么嫖娼、洗脚、采耳，对他来说，偷的东西去潇洒一把是太应该了。你就想想，有哪个保安不拿着手机天天看什么番茄小说呢？包括我们这些说普通的搬砖人，这些韭菜们，拿起这个小说就夸夸夸就刷。你刷这个小说玩游戏的那个情况和他这仨情况没区别，就是不是说这个事情的好和坏，而是自己对自我管理、时间管理的能力，包括金钱管理能力，人家可以说超过了大多数的普通人啊。我们这不是无厘头啊，我们看一下观众的评论。你看，为了梦想自律上进，热爱学习。那么评论区的人，好多人价值观真可以的啊。那么还有说什么呢？说你看这个之前呢，小偷比我都自律啊，这就是所谓的职业道德吗？自律上进，热爱学习，而且事业处于上升期。还有什么呢？他还复盘是吧？还复盘，自己写方案做复盘，你还有什么自个儿不努力啊？这说起来都是有点黑色幽默了是吧？小偷不应该得到夸奖，但是呢，这个小偷他关键是一个不一般的小偷，一个记日记的小偷就给我们生活增加了很多的色彩。实际上呢，这小子之前被判过。
现在又放出来了，这要再进去，这判的轻不了。别看是偷电动车，金额也不是太大，我估计轻不了。当然了，我觉得他是没偷对地方啊。如果他是到美国干这事儿，到美国干这事儿，那可能就不一样了。他这还不算零元购，对吧？零元购是什么呢？是当着你面抢，那叫零元购。人家是不当着你面偷偷的推走，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温柔的。那像这个盗窃物品啊，电动自行车啊，那加拿大偷的都是电动汽车，咱说偷电动自行车。那么它的盗窃金额呢，看起来呢，从1500到3000啊，高的，低的呢都是几百块钱，所以换算成美元的话呢，也大概也就是个200到400美元，是吧？乘以7嘛。那按照现在加州现行法律啊，2014年嘛，加州有一个47号法案Proposition 47，是吧？然后这个里边规定啊，是950美元以下的财产盗窃属于轻罪 misdemeanor 啊，不是重罪啊，不是重罪呢，就是属于小额盗窃。这意味着什么呀？在加州啊，这些轻罪是不判的，顶多就是罚款、社区服务，最多6个月的县监狱监禁。但是监狱满了，没地方了，朋友们。所以呢，在加州啊，偷这950美元以下的，就不勒你了，就把你放了。所以满大街走的可能都是偷的不超过100美元的小偷啊，不是满大街都是啊，就是小偷里边可能很多都是偷过很多的。而这个人，你想想他偷这个金额呢，那加起来是多少我不知道啊，单次盗窃金额不超过950美元啊，在加州，所以呢，他大概率是不会被判的，在美国。但是这种行为依然是犯罪啊。那当然在中国啊，他就不一样了，你无权无势的一个小偷，你偷电动车被抓住了，那是一定要严判的。所以不管怎么说呢，这个记日记的这个小偷啊，他的这个自我管理水平超过了啊我们中国大陆最大的这些社团的内部管理水平，你懂的，你想想是吧？值得这些社团作为一个案例来加强对自己内部人员的管理。好吧，这是我们说这个小偷日记啊引发的这个话题。那第二个呢，咱们就得讲讲更有意思的，就是青岛小妹这个啊。大家知道啊，青岛姑娘啊都叫小妹啊，青岛这个小妹，当然这个小妹有点大妹，38了啊，应该叫青岛老仙女。这个故事也更简单啊，就是青岛啊崂山区青山村观景台附近，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位置啊。青山村观景台，我们看看啊，这个女的开车逆行，开这个路虎啊，这个男的呢开了一个，应该是一个什么，开了一个其他的车吧，小伙子开的是传奇，好像是啊，他呢有点堵嘛，他就逆行，然后人家这边车肯定是不让他呀，你都逆行过来，我怎么让你啊？我总不能也让到逆行吧？没让他就给前面那个大巴呢给怼了，所以他逆行插队啊，然后这个女司机下来就不依不饶的噼里啪啦就一顿连挠带砸，把这个男司机啊给弄的是满脸是血啊！我看一下，这个非常嚣张啊，网上有视频大家看看，就这样的啊，那什么叫我打你了怎么的啊？就这样的，反正就是这个找律师是吧？你报警啊，等等等等，反正这个事儿呢就是极其嚣张。那这个女的后来被人挖出来了，挖出来之后啊，实际上看起来呢，形象各方面符合啊咱们这个青岛小妹的特征，但是这是青岛小妹里边的个别啊，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个小伙呢是个退伍军人，而且呢，他呢当时啊车后座还有3个乘客，他是开民宿的，后边呢。那3人是2口子带个孩子，还有个未成年人啊。他这个女的呢，就扒到那司机楼里，噼里啪啦把人打得满脸是血，人家没还手，千万别还手。很多网友是这么说的，为啥呢？一还手就成斗殴了。而且这个女的就是当地人，也是崂山区的人，而且呢，现在有辟谣了，说她不是青岛某什么单位的副主任，辟谣了。那么他从他的这个社交记录来看啊，也不像，天天喝酒啊，这小老仙女天天喝酒，不是白的就是红的，简直就是个酒蒙子
简直就是个酒蒙子啊！他这个社交这个频道里边全是喝酒。那现在这个情况呢，越来越清晰了啊，就是俩人都是当地人，都是崂山区的人。这个女的呢，干啥的还没太清，应该是做生意的，不是公职人员。这个男的被打的这个退伍军人呢，是开民宿的。那民宿的，接这个乘客回来是吧？这是增值服务。没想到就这么一路上就碰到这么个事儿。现在网友跟他说呢，不能轻饶这个他打完人就跑了，然后抓住之后呢，只拘留了10天，罚款1000元。哎呦，把人打得满脸是血啊！所以这个事儿老百姓是不干了。而且呢，就是说，第一个要跟他留案底儿，众目睽睽之下呢，就是致人轻伤，是吧？而且呢，特别嚣张。关键是什么呢？他前面已经追尾别人的车了，然后他就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个警方的通报上，我也感觉到莫名其妙啊。当然，警方可能不管交警的事儿啊，他这个属不属于肇事逃逸呢？是吧？你首先逆行插队，违反交通规则啊！你追尾大巴车，不当驾驶肯定是，而且你把车堵在路中间，你阻碍交通，并且呢对他人实施暴力，扇耳光子，并且还口出狂言，打你怎么了是吧？你逆行，我逆行又怎么了？能看出来啊，这老仙女是典型的情绪失控，当时绝对是失控了。至于失控的原因，不知道，也可能这就是个暴烈性格的老仙女，是吧？来不来就王母娘娘前面就摔杯子那种啊，也可能呢是其他原因，是生理周期啊，还是家里边原因，也有可能呢是喝了酒了。不管怎么说，他肯定是缺乏责任感的，而且呢有相当的特权心理，也缺乏法律意识啊。他明显违法，而且呢他还不在意这个法律后果。那当然他为啥不在意呢？因为只给了他拘留10天，罚款1000元这么个处罚，那他肯定不在意了，是吧？我们就不去推测他失控的原因了，你就看他这个喝酒的劲儿，我觉得这脾气就小不了，平常也是，别看长得还细皮嫩肉的，是吧？我们就分析他的这个案子啊，大家觉得他算不算肇事逃逸？毕竟你把前面车撞了，没赔人钱，也没有和解，然后就走了。我觉得他事实上可能造成了肇事逃逸啊。有律师的朋友可以给我们讲讲啊。因为按照道路交通法嘛，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而且终身不得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所以他这个事儿啊，要从现场的视频和已有的报道来说呢，他这个就是肇事逃逸啊。另外呢，他打人后还逃逸呢，把人打了一顿，既没送医院，也没给人治伤啊，或者是到警察是怎么来讲的是，他跑了，致人轻伤，这是故意伤害啊，所以这个也是有问题。另外呢，他当时有没有酒驾？因为他当时这种行为看起来那么冲，是不是喝了酒了？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因为他的社交媒体照片里边全是喝酒的，你看来不来就滋儿来一杯儿，你看他的照片，举酒的照片，这是一个另类，这绝对不是青岛小妹的里边最典型的。青岛小妹喝点啤酒还可以，那么青岛人嘛，你看他这个不是白的就是红的啊，不是茅台就是干叶，是吧？所以你看这全是举酒的这个照片，这个嚣张劲儿啊！你看这2022年就有人说他这个嚣张劲儿。这个人的性格一定是很暴的一个老仙女。所以呢，假如说家里边有体制内的官员，自己又爱喝点酒，哎呀，你喝酒你回去扇你们家人的耳光是吧？你报你们自己家人行，你别害别人啊，是吧？自残自杀的没人管你，你别害别人是吧？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呢，到现在已经老百姓是坐不住了，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事儿。其中呢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有关系，就是这家，就是说这小老仙女是绝对有关系的。因为从警方这个通报来说呢，叫说什么呢？因对向正常行驶的未对其让行，那这个逆行还构成了什么事出有因吗？因像就是他打人的原因是因为他逆行的对方人家没给他让行，所以他打人。道路逆行逃逸就不处罚这个事儿吗？所以这个赔偿也没有，所以这个事儿啊是属于是浮皮潦草，绝对不行的。那有人说，
你这个男的被打的还是个退伍军人呢，你怎么一点爷们儿气都没有啊？那不还手呢是吧？这是不是咱们幼儿园阴柔化教育啊？男的都不像男的，全是女老师教的啊，也不重视体能，也打不过人家，光说才艺，造成这个所谓弱民理论又开始实践。这个事儿得两说，也许人家这小伙子呢是懂点法的，或者是觉得呢当时懵了，你知道吧？没谁他妈见过两人交通事故啊让一让什么的，他先骂两句吵两句是正常的，争两句上来就劈头盖脸一顿打。我估计这小伙子当时懵了，这个男的啊，他得亏没还手，如果他还了手，他关系不如别人的话，那就是斗殴了，那就完了。一互殴的话，他这顿的打是白打了，他但凡还一下手可能就互殴了。所以这个法律啊让人很无奈的。大家想想，如果在你们家里边，别人进到你们家里边对你一顿乱挠，你怎么办？你打死他可能也就是个过失杀人，顶多算上啊。不打死他，把他打伤撵出去，我觉得没毛病。在美国一枪崩了他，那也没毛病，是吧？那在车里边呢，是他自己的车，他他妈伸过来手来，你把那玻璃弄起来，把胳膊给他夹断，我觉得没毛病，是不是啊？你说罚款1000块钱，他开路虎的差的1000块钱吗？人家开密速差的1000块钱吗？人家要的精神损失费的，对吧？那个车窗给他弄起来，夹他胳膊一下，操他妈，是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么来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很多网友是不干的啊，也罚的他倾家荡产怎么样的，那是过了，还得按照所谓的法律来干啊。你看这个路虎霸女成霸气是吧？这个为民警方显温柔啊，可怜首发男子汉，面对不法唯低头，这是网友的打油诗啊。看这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因为这个被打的小伙子，男的啊，他是一个退伍军人，有人就说呢，这明显不公啊，找这个退伍军人管理部门伸张正义去。你看这里边就有一个老百姓心里面就默认什么呢？如果打的是普通人，那就打了吧。你怎么能打退伍军人呢？是吧？这个法律意识是极其淡薄的，就对待暴力的态度退役军人被打和公民被侵犯权利，他不认同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反映什么呢？某些群体可能受到伤害，更受到关注，而对普通老百姓的权利则被忽视，是老百姓自己想的呀，朋友们。所以这种观念啊，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普法多少年之后，有这样的评论，很多人是这么评论的啊，让我觉得这个很寒心。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权利的捍卫啊，还差得很远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自卫权利的模糊认知。实际上，我觉得跑到你车里边打你，你还手，绝对和互殴没有一点关系，这绝对是正当防御权。但是呢，没办法，因为还有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是吧？特别是我们一般都把这个忍让当成美德。对吧？导致呢，很多人呢，不叫很多人，有一些人面对社会不公的时候，会选择忍气吞声，而不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另外一个呢，就是执法标准的问题，这就是老百姓对这个事情的质疑的。为什么只拘留10天罚款1000元，是吧？谁缺那1000块钱吗？噼里啪啦，想想。把脸都打出血了，那得打10几个耳光子呀。另外，这个媒体报道的时候呢，也是有问题这个官方媒体但是自媒体还是不错的。所以总体这个事情看起来这里边有很多可讲的。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这条路实际上呢，就是说就在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村，就在这个村边上而且据说这个女的就是这个村的人，我不知道她是回老家还是怎么的，在市里边住。因为这个村这个村我应该也去过去崂山玩的，有时候可能都在那转，我应该也去过这边这个景不错，这有个码头嘛，也是心里边绝对是有底子的。有没有副主任家属那是不说人家辟谣了，说不是那就另说了。但是他在这肯定是有人的，搞不好如果没有这么多视频拍摄，没准叫来人叮当了又一顿揍。这里边有好多民宿在这开这是从机场或者高铁站接过来的。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事儿呢实际上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个被打的男的，他如果想理性维权，也估计很难。因为什么呢？你想想，都是崂山区的人，
我们按照比如说6西格玛法则了，现在在青岛这个地方，我觉得啊4个人之间是一定认识的。比如说青岛普通老百姓和青岛市某领导之间，中间加2个人，他们就能认识。而像崂山区里边这个关系啊，我觉得甚至1个人通过1个中间人，他们都能认识。所以这个事儿到最后很有可能也是不了了之。那么像这个男的，他现在要求的是什么呢？他现在要求的是公开道歉赔偿医疗费。实际上呢，我觉得应该还有精神损失费。这对这个一个开民宿的普通老板来说，这造成了多大的这个心理影响和扰动啊！大家想想，你天天在社交媒体上标这个炫这个一桌一桌喝酒呢，人家不是这样的人，你看多嚣张。所以呢这个女汉子是出名了这个老仙女是出名了。这个出名之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很多还不敢说这个包括这个小伙子很多事不敢说，但是他确定是个酒蒙子，确定是个酒蒙子。酒蒙子打人就有理吗？是吧？关键是你要开着车，你的酒驾呀，不是吊销的问题了所以这就是青岛逆行路虎女殴打退伍军人这么一个话题跟大家聊聊。最后一个话题呢，实际上更简单，是一则传染病消息。我们前几天讲过猴痘，那期讲完之后，有观众留言说呢，你不应该老宋，你不应该把那猴痘的图片一直让它像走马灯一直放那让引起不适了，是这个猴痘浑身都起泡嘛。我当时忘了关了所以呢后来剪辑的时候也忘了把它弄掉，确实是有点过了今天我就不放图片了。大家知道猴痘是什么就身上起那痘，然后呢它是水泡，然后会溃烂，最后会结痂整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这么一个传染病。那像我这个年龄的人50、70、60后、70后这些人，很多都打过那个天花的疫苗，胳膊上都有那印儿。那个猴痘那个愈合之后，比那印儿也差不多实际上就是你看这个年龄也不用看纹身是吧？你只要撩开袖子是吧？一看这个种的这个天花这个印儿，疫苗的印儿，就知道你的实际年龄了80后是没中过的。现在呢是深圳做了一项研究，他们研究了92个猴痘患者，发现均为男性。他们通过这个全基因扩增顺序的这么一个检测，就测了92个高质量的 MPXV 全基因序列。那进一步系统化的分析就发现深圳地区流行猴痘，它的可能来源是来自于一些特殊的彩虹群体。彩虹群体，现在这个彩虹弄得我现在看到有人幼儿园门口挂个彩虹，我都有点不叫反胃，有点别扭这个也某社区乱用这个标志是吧？这92个病例分别占广东省和深圳市同期报告就猴痘病例的30%和66%，接近一半。那么人口就是人口学的这个特征显示所有的患者都是男性，中位年龄为30岁。56.5% 的患者确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流行病学显示其中 95.7% 的男存在性行为，就是 MSM， 就是男同性恋患者群。而这患者呢是多个部位发生皮肤病变， 62% 的这个患者呢是生殖器病变这就说明呢猴痘在这个群体里边传播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特征，都是男的。占广东省的这92里说占广东省的 30% 和深圳的 66%。 所以你能看出来吗？在深圳伏击了不少的这个猴痘病例，这是一个可以说非常严重的公共安全问题了大家知道猴痘呢实际上它传染的它是通过接触传染，但是和我们关系远不远的这个咱最后再说，和我们绝对是有关系的。尽管你不是男同性恋，你也是洁身自好的人，因为这个传染呢它可以通过别的物体来传染所以这92名全是男性，所以在这个传播链中这个男性群体，特别是这个男同性恋群体，他面临着非常大的感染风险那么这个年龄特征呢，说明主要是年轻人。再一个就是 56.5% 是 HIV 阳性，所以呢就反映出这个高风险行为和免疫系统受损，增加了这个猴痘感染的风险。另外呢 95.7% 的传播呢是
男性行为，所以在这个传播链中啊，性接触是主要的传播途径。那很多人觉得呢，这个卫生部门公布了这个消息，会不会让这个男同性恋这个群体被污名化？所以这个话题呢是很沉重的，实际上呢会的啊，尽管是怎么样的说法会的，因为这个群体啊目前还处于水面之下，还处于桌面之下，一直没有拿来做，而且这些高风险群体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健康教育、预防措施也都在桌子面，不愿意拿到台面上来弄。比如说我们坐电梯啊，坐空调啊，电梯安全吧，到电梯安全宣传进社区是吧？可以做一个光明正大的把桌子摆上，弄上条幅啊，大家向居民介绍这个电梯乘坐呀出现问题的一些基础知识。但是你在哪能举行这个男这个行为的这些安全措施教育呢？我是没见过，估计也不允许。所以呢，这所有的东西都在水面之下，所以想提高安全措施怎么样的都很难。而且呢，早期啊这一类群体的这个教育程度啊、学历各方面还是可能高一点，现在呢也都比较低了。所以这里边呢涉及到啊这种高风险群体啊，包括疫苗接种啊、阻断这个传播呀，都有很严重的这个实施上的困难。所以来说呢，这个猴痘在深圳的这个传播啊，92名全是男性，我看了之后是吓一跳的。我们普通人和他有什么关系没有啊？大家不要忘了啊，刚才说的92名患者里边是 95.7% 是存在男性行为的，那还有 4.3% 吧，有几个人是被他们无辜给传染的。通过什么？通过接触啊，通过体液啊，通过使用共同的物品啊，可能就传染了。假如说你去理发，或者你怎么样的这个住宾馆吧，用了同样的未更换的这个卫生的这些设施，很有可能有一定概率啊，不叫很有可能，有一定概率也可能会传染。所以呢，这就是公共安全就这么个话题，不是说你不是这个群体你就不会得啊，是这么样的。那么这是一个话题呢，实际上是我刚看到的，临时加了一个。目前来说起来啊，这个事儿呢，猴痘在非洲传播之后啊，在今年的8月份啊，世卫组织已经宣布这是一个流行了，是一个危机了，来这处理了啊。世卫谭书记都说了啊，这个事儿要重视了。所以现在呢，谭书记都说了，是吧？你们更要重视啊！这就是今天聊的这3个话题啊，一个是小偷日记3部啊，一个自律的小偷最终被抓，他的结果会怎样？我们拭目以待。第二个是青岛老仙女逆行路虎打退伍军人啊。第3个呢，就是为啥咱中国得猴痘的大多数都是男性呢？这里边啊，确实是有他自己的道道。好的，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